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大家都知道噶啦，美元同黃金價咧係成負相關嘅。有分析指美匯指數將在2026年大幅下跌喎，究竟會跌幾多呢？數據顯示道瓊斯指數對黃金比率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喎，呢個咧大家一定要知道。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啦，一如市場預期，減息0.25厘，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介乎3.75至4厘。議息聲明提到，當局將喺12月1號結束縮表。鮑威爾對年底降息預期潑冷水。至於鮑威爾會否喺12月再降息嘅想法呢，我會喺後邊分析佢議息後嘅講話。截至11月1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9.75，道指報47,562點，標指報6,840點，納指報23,724點，黃金報4,003美元，白銀報48.72美元，鉑金報1,579美元。特朗普從4月開始對大量商品同埋個別國家徵收關稅，到目前為止，似乎關稅影響還不大，因為企業喺關稅生效前就建立咗倉庫，並透過壓縮利潤率嚟吸收部分嘅影響。美國銀行估計，計入關稅後9月份通脹率將達到2.9%，若不計入關稅通脹率將接近2.4%。呢啲數據同鮑威爾喺禮拜三公佈數據係相似嘅。8月份核心嘅 PCE 年化率為2.9%。Lending Tree 嘅預算實驗室進一步估算，到2025年6月約有75.5% 嘅新關稅轉嫁咗俾消費者。呢個意味住會有更多美國人不得不依靠信用卡同埋個人貸款嚟支付呢個聖誕禮物。儘管喺呢個10月議息會議中如期降息0.25厘，並宣布將於12月1號停止縮表，但從內容上睇鮑威爾選擇咗激進嘅鷹派表達，開門見山地表示12月降息並非一錘定音嘅，明顯打壓咗幾乎完全定價嘅降息預期。同鮑威爾喺7月鷹派立場嘅想法又翻嚟啦。同時鮑威爾直言，表達咗呢次會議聯邦儲備銀行內部關於未來降息路徑嘅分歧巨大。呢次會議再次出現10-2嘅決策。堪薩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斯密特支持不降息，理事米蘭就支持降息50個基點。呢個係時隔32年再次有兩位理事投下反對票。呢種既要又要嘅考量導致鮑威爾有些技術嘅變形。鮑威爾也表達咗對去通脹嘅樂觀態度。佢發展咗一個新嘅觀察維度，就係非關稅核心嘅 PCE， 意思就係不包括關稅嘅影響。佢認為該指標去通脹嘅方向並未有偏離2% 物價嘅目標。另外，佢所引用嘅對就業不悲觀嘅依據，實質上仍然指向需求正在進一步放緩。鮑威爾表示，部分委員開始更關注勞動力嘅下行風險是否真實存在或仍然加劇。佢認為當下就業趨勢並未進一步走弱嘅，尤其是提到職位空缺以及失業金申領嘅人數。但佢所提到嘅數據都在進一步走弱，而非企穩嘅。目前超過50萬暫時休假嘅聯邦公務員並非全貌嚟嘅，與之對應嘅上百萬聯邦承包商也可能因為付款流程暫停而被迫休假。
如此造成衝擊將延續更長嘅時間。聯邦公務員喺政府停擺結束後呢，可以獲得薪金嘅補償嘅，但講以聯邦承包商嘅薪金呢，則難以回溯彌補嘅。呢個呢，就對就業嘅衝擊將延續更長。最後係我哋關心嘅 AI 泡沫問題。鮑威爾話，儘管 AI 相關投資對美國實際 GDP 嘅拉動喺2025年上半年呢，就已經較為明顯嘅。佢認為當下嘅 AI 資本開支對利率依然呢不敏感嘅，並且相較當年嘅科網泡沫呢，當下嘅企業嘅商業模式更清澈，也有明確嘅盈利增長。鮑威爾從措辭對預期實際上對 AI 嘅經濟增長嘅關係呢，係保持相對嚴謹嘅態度嘅。最近出現呢幾條黃金泡沫新聞嘅標題，黃金急需回調，可能已經結束，也可能呢尚未結束。金價2個禮拜呢曾觸及4400美元附近嘅峰值後呢，禮拜二最低呢就跌至3886美元，銀價跌幅更大，從54美元以上呢跌至禮拜二嘅45.5美元。盛寶銀行其商品策略主管 Hanson 表示，在經歷咗急劇嘅調整後呢，黃金版不再超買。從技術方面嚟睇呢，當資產價格相對於近期趨勢上漲速度極快時呢，即表示資產處於超買嘅狀態。技術分析師使用各種指標嚟判斷資產是否處於超買嘅狀態，這些指標呢已經失效㗎啦。從更大範圍嚟睇呢，Hanson 表示，貴金屬喺投資組合中呢，持股仍然不足，貴金屬上漲背後嘅結構性驅動因素仍然完整無損嘅，目前尚不清楚近期拋售嘅真正原因。鑑於價格快速上漲，市場好可能呢確實瀰漫着緊張嘅情緒嘅。喺板市場，金屬短期推動咗近期價格上漲。雖然板從紐約轉到倫敦緩解咗部分嘅壓力，但咁樣並沒有緩解根本嘅問題。需求超過供應，金屬供應不足。與此同時，華爾街嘅反對者，佢哋完全錯過咗勞動節以嚟呢黃金版嘅大幅上漲。佢哋進一步呢聲稱美元貶值交易呢已經結束㗎啦，美元呢將走強，更稱黃金版價格呢已經觸頂。佢哋似乎呢總係找新嘅藉口嚟抨擊呢個黃金同白銀嘅。喺20年前呢，美匯指數交易價格為80，而今日呢佢交易價為98。美元似乎呢比大多數法定貨幣強勢，但呢個係荒謬嘅。事實上，美元購買力喺過去20年間呢急劇下降。2025年黃金交易價為500美元，美匯指數約80。如今黃金價格約為4100美元，而美匯指數呢僅99。呢個意味住呢，以所謂強勢美元計算呢，黃金價格上漲咗9倍以上。換句話講，過去20年裏邊呢，美元對黃金貶值咗88%。其實美元呢一直喺度貶值嘅。喺2026年呢，市場估計仍會減息2次，所以黃金白銀呢仍然未升夠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按下點讚同埋分享，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請大家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令到更多人呢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印度央行近期披露嘅外匯存底半年度報告顯示，其黃金儲備策略呢正發生顯著嘅轉變。上圖顯示，截至2025年9月底，該行已超過65% 黃金儲備存放喺國內。呢個比例呢較4年前近翻倍，而且喺2025年4月開始嘅財政年度前6個月內呢，累計從海外運回近64噸嘅黃金，突顯出加速黃金回流嘅明顯態勢。從核心數據嚟睇呢，印度央行目前黃金儲備總量達到880噸，其中570噸為本土儲存，創下歷史最高嘅紀錄。而喺2022年9月呢，本土存放黃金佔比呢僅約38%，
之前呢，印度央行通常將部分黃金儲備委託俾英國央行同埋國際清算銀行代為保管嘅。儘管印度央行未直接說明黃金回流嘅原因，但市場普遍認為呢，此舉核心目的是增強國家對黃金資產直接管控嘅權，避免重蹈俄羅斯資產被凍結嘅覆轍。印度財政部長尼爾馬拉先前也強調，央行呢項嘅舉措呢，係多元化外匯存底嘅深思熟慮之舉。值得注意就係，印度央行對黃金儲備嘅本土集中化同呢個去美元化嘅策略呢，形成呼應。作為全球主要嘅黃金買家之一，印度自2018年以嚟呢，已累積增加黃金279噸，透過持續提升黃金嘅儲備中嘅權重，降低對美元同埋美元資產嘅依賴。同時，該行還在穩步減持美國嘅國債。呢個進程呢，甚至早於特朗普政府因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對其增加50% 關稅之前，便已經啟動啦。以價值計算，黃金喺印度外匯存底嘅比例呢，從2025年3月底嘅11.7% 升至9月底嘅13.92%，而且印度央行明確計劃未來將比例進一步提升至20%喎。意味着持續增持黃金嘅趨勢呢，仍將延續。美股雖然呢喺今年首3季創新高，但卓伯德坦言，股市並不等於經濟。美股上升嘅動力呢，都集中喺美股7雄或前10大科技股，佔指數權重超過30%。呢啲公司首季盈利增長達到15至35%，行業集中度提高，龍頭企業定價能力增強，疊加規模經濟效應。可是標普500指數其餘490家公司盈利增長僅2至4%。過去3季美股之所以不斷攀升，據佢了解呢，零售投資者持續入市，大幅推高指數。但佢警告話，機構投資者同埋對沖基金已開始悄悄地減持。技術分析普遍認為市場處於脆弱嘅高位。佢預期今年底呢，美股有超過50至60% 嘅機會呢，較現水平回落數個百分點。美元轉弱，利好跨國企業海外收入兌換回美元嘅價值，也是今年以嚟呢推動美股上升嘅原因之一。當中嘅穩定幣廣泛地受到本屆美國政府官員支持發展，被指可以阻止美元外流，提升美元嘅需求。不過，卓伯德認為實際影響極微嘅，因全球央行正持續減少美國嘅儲備，增持黃金同埋歐元等其他嘅貨幣，此趨勢呢不可逆轉嘅。穩定幣嘅規模僅數十億美元級別。相對於全球數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言呢，係微不足道嘅。除非穩定幣規模暴增至近20萬億美元，否則難以扭轉美元流出嘅大勢。聯儲局9月重啟減息，反映就業數據疲弱，而且向下修訂嚴重，經濟前景轉差，進入滯脹嘅環境，即係通脹未退，增長放緩。佢指美國第4季經濟將出現滯脹，年底時呢，股市指數將低於第3季嘅表現。過去幾年呢，尤其是從2010年到2023年至2024年左右，美匯指數經歷咗相對強勁嘅上漲趨勢，美元價值持續攀升。然而，近期數據同埋長期趨勢表明，呢波上漲趨勢可能即將結束。歷史上，美元大幅下跌，往往會引發新興市場以及黃金、白銀等貴金屬顯著上升。美元走勢通常呈現週期性嘅波動。美元強勢時呢，美國股市以及美元本身通常表現良好嘅。相反，美元走弱時呢，往往提振咗新興市場以及貴金屬價格。呢個因為呢啲資產呢被視為美元嘅對沖工具。因此，當美元貶值時呢，呢啲資產價格往往會上升嘅。從近期圖表同埋數據顯示，左圖係 QuestCat Capital 嘅數據顯示，
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正在逆轉。如果呢個趨勢在未來幾年持續落去呢，正如以往周期所見，呢個將為投資者帶嚟絕佳投資嘅機會喎。現時或許係考慮貴金屬等板塊理想嘅時機。呢啲板塊歷來喺美元疲弱時表現良好嘅，咁究竟美匯指數會跌幾多呢？摩根士丹利預計未來幾年美元將大幅貶值喎。其策略師指出，隨着市場對美國持續降息嘅信心增強，貨幣政策動態嘅變化同埋全球增長格局嘅改變係關鍵驅動嘅因素。該行預測到2026年年中咧，美匯指數將跌至91，較目前水平咧大幅咁貶值。美匯指數近期走強，禮拜三交易上漲咗0.3% 至99。但摩根士丹利分析師認為咧，呢個只係暫時嘅，我們正接著一個轉折點，美元同埋傳統支撐之處開始出現動搖。一位熟悉該行策略嘅貨幣策略師表示，此前推動美元走強嘅利率差優勢咧正在收窄，聯儲局政策仍是市場關注嘅焦點喎。市場參與者越嚟越相信聯儲局將喺2025年同埋2026年持續降息，同時先前喺2025年全年客戶調查中佔據主導地位通脹嘅擔憂已出現緩和跡象。除咗貨幣政策之外，該行嘅分析也指出，美國經濟表現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系之間存在相同嘅趨勢喎。喺經歷美國經濟異常強勁嘅表現之後咧，預計增長差距咧將會縮小，從而削弱美元嘅關鍵結構性嘅支撐之一。呢個可能透過提升美國出口商嘅競爭力而使其受益嘅，但同時咧也可能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進口商品嘅成本。貨幣對沖活動預計咧也將發揮作用嘅，隨住投資者對美元下跌嘅趨勢嘅信心增強，對沖策略可能會加劇呢個趨勢。我哋已經睇到一些部位咧轉移嘅早期跡象，一旦呢個趨勢更加穩固咧，呢啲轉移可能會加速美元下跌。首先咧，我要多謝呢位網友留言，佢係咁講嘅：試用道金比，呢個就係道瓊斯指數對比黃金嘅價格。當道金比下降2:1左右嘅時間呢，也就是道瓊斯指數2萬點對黃金價格1萬美元左右嘅時候，呢個呢就係時候咧賣掉黃金轉成其他資產嘅時候啦。我回覆佢就係我會研究下嘅。於是咧我就去了解乜嘢係道瓊斯指數對黃金嘅比率。呢個比率咧係衡量購買道瓊斯指數所需黃金嘅安士數。呢個係衡量經通脹調整後實際價值嘅關鍵指標嚟嘅。當該比率下降時咧，黃金表現優於股票；當該比率上升時咧，股票表現咧就優於黃金啦。大家睇下呢個圖，目前道瓊斯指數同埋黃金價格相比咧，都處於峰值嘅水平喎。但道指同埋黃金比咧已跌破歷史嘅支撐點喎，於是股市咧將進一步下跌嘅。每當道瓊斯黃金比測試或跌破12嘅水平時咧，歷史上咧都會出現一啲經典嘅案例喎。喺1929年大蕭條來襲，股市崩盤，黃金表現咧優於股市。1973年咧石油危機同埋滯脹，通脹飆升，黃金價格上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股市崩盤，黃金成為避險嘅資產。2020年呢，新冠疫情測試咗呢個水平，但未能突破。到咗今日2025年，道瓊斯同埋呢個黃金比咧，再次跌破12點嘅歷史高位。呢個區域咧，正係以往股票市場崩盤嘅前兆。前邊清楚分析，過去20年美元咧不斷咁貶值嘅。摩根士丹利預算美元將喺2026年繼續貶值，美匯指數將跌至91。今日計算道指47,562點，除以黃金4003美元，係等於11.8。
目前道瓊斯同黃金比咧再次跌破咗12嘅歷史高位啦。呢個區域咧正是以往股票市場崩盤嘅前兆喎。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察覺近年咧通脹越嚟越高，當關稅全面執行時咧，通脹將升至更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而且價格不斷下降。呢個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增加，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AI 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十分相似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繼續減息多2次，使聯邦基金利率區間達到3至3.25厘。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加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但黃金白銀下跌呢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7663美元，白銀亦會升至118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